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被公司裁了，我一手搭建起核心项目的底层框架，总算熬出头时，公司把我裁了。CEO 当着全公司的面落井下石，羞辱我是滥竽充数。他不知道，核心代码的故障只有我能修。公司求我的日子比想象中来得更快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很遗憾地通知您，公司有人员调整，将结束与您的聘用关系。您的门禁卡已经失效，请您立刻搬走全部个人物品。我一头雾水，本以为被人事叫走只是开个小会，没想到是裁员通知。3年前，公司只是不足20人的小企业，我抓住虚拟交互的风口，一手搭建起核心项目的底层框架。我无数个夜晚加班加点，做出第一款产品 Ribo， 以眼镜或车窗为载体，实现所有外界环境与人的虚拟交互，再也不用佩戴笨重的 VR 设备，用户仿佛生活在科幻大片中。Ribo 一经上市就引爆市场，无数代理商和开发商找我们合作。Ribo 生态仿佛摩天大楼一般建设起来，我们公司的规模也迅速从20人扩张到5000人。Ribo 如火如荼的发展，我们也抓紧更新迭代。我流连在技术网站中，把 Ribo 的系统升级成最前沿的高可用架构。这个架构搭建时非常困难，因为掌握核心技术的人不多。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无暇处理其他事。陈炳就是那个时期被招进来的。最开始他跟着我做些琐事，他这个人很圆滑，最擅长向上社交。他的朋友圈都是跟大老板打高尔夫，跟产品经理喝下午茶。Ribo 新产品要开发布会，通知我准备稿子，我嫌麻烦。陈炳自告奋勇，主动写好稿子上直播。他的口才好，又积极，让我专心处理技术。以后的发布会都让他去，我乐得清静。我一心只想让 Ribo 更好。他宣称自己是 Ribo 的总工程师，久而久之，外界也默认了他靠着人脉一路高升，做到首席 CEO。与此同时，我完成了 Ribo 的升级，工作总算轻松了一点。有人问过我，陈炳的技术怎么样？我说，一般，他更擅长社交。这话传到了陈炳耳朵里，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陈炳在发布会上以总工程师自居，不能容忍有人拆他的老底。经济下行时期，很多科技公司都受到波及， Ribo 的股票也有下降，公司传出裁员风波。我做梦也想不到，第一个被裁掉的竟然是我。我回到工位收拾东西，内心一片茫然。门口传来陈总好的声音，我抬头看，陈炳大腹便便地走过来，可能是应酬太多，这3年他迅速发福，成了一个油腻的中年胖子。他笑眯眯地打招呼，早，各位早啊。他晃到我面前，满脸惊讶，咦，黎工怎么在收拾东西？有几人向我看过来。陈炳仿佛突然想到什么，大声说，黎工不会是被裁了吧？他一咋呼，整个办公室的同事都停下工作来看我。我回答他，对，我还得收拾东西，先失陪了。陈炳的话根本就不是对我说的。他转过身，痛心疾首一般围着我转。可惜呀，黎工也是公司的老员工了，公司有人员调整，竟然把黎工给裁了。我就不明白，这么多技术人员不裁，怎么偏偏要裁你呢？难道公司考察了所有人的 KPI 吗？我不喜欢搞形式主义，平时的汇报总结能省则省，专心干活。
陈炳说的 KPI 就是那些形式主义的报告之一，我也算是跟黎工共事过，实在痛心。但是公司不养闲人，要是黎工走了，公司业务照常运转，大家就能发现是谁只拿工资不干活了。他越说声音越大，幸灾乐祸的斜眼瞟我，迟钝如我，也能猜到是谁想让我滚了。裁员名单本来就是上面下达的，我一肚子暗火，给大学室友打电话 ：“Pocky， 你之前说的项目还缺人吗？”电话那头欣喜若狂：“哎呀，黎神，你终于腾出手来关心我了，你尽管开口。你想做什么项目？我投资什么？”我不禁莞尔。行，你现在有空吗？见面详聊。有空，那我开车去你公司楼下接你。我抱着一个纸箱，在公司楼下等车，3年不舍昼夜，到头来属于我的也仅有这一箱杂物。陈炳刚开完会，满脸堆笑的送几个合作商出来。陈炳看到我，啧啧称奇，干活不行，收拾的倒挺快。我已经不是 Rival 的员工了，他也不是我上司，但陈炳显然还没从上司的角色转换过来。介绍一下，王总、徐总，这位是我们技术部的员工。前几年公司扩招，招聘门槛低，我们系统升级后极大降低了人员成本，平时摸鱼的员工就被优化掉了。2位对新系统有兴趣，我们继续谈合作。2位老总是跟陈炳差不多的身材，他们站一块儿像3个汽油桶。陈炳凑近我，从鼻子里出声：“喂，黎全，听说你刚在市区买了房子，贷款压力不小吧？我是个念旧情的人，要不你帮2位老板背包，原地做500个俯卧撑。要是你能做完，我就跟人事说继续聘用你，怎么样？”我伸手过去，啪啪作响地拍了拍陈炳的大肚腩。我看该做俯卧撑的是你。2位老板哈哈大笑。陈炳胖脸涨红，正欲发作，一辆劳斯莱斯疾驰过来，停在我们面前。车头升起小金人，车门打开，驾驶座坐着一个身穿白西装的帅哥。3年不见，这小子更帅了。Pocky 探出头，把墨镜往头顶一撩，殷勤地给我开后车门。黎神，快请上车。我抱着纸箱坐进去。Pocky 估计目睹了刚才的一幕，他阴阳怪气地说：“老板们继续工作吧，我们闲人已经到下班时间了。”他说完关门，劳斯莱斯扬长而去。瑞文是我的大学室友，一个眼光毒辣的富2代，他超爱同名饼干，在宿舍必叼着一根，被我们笑称 Pocky。 毕业之后，他继承家族企业，到处搞投资。该说他运气不错，还是实力过硬呢？他一投一个准，竟把家里资产又翻了几番。从前年开始，他就不断劝我合伙开公司。我那时专心升级 Rival， 一口回绝了他。我坐在劳斯莱斯舒适的座椅里，内心暗暗惆怅。车窗外挂着彩虹商标的 Rival 大厦渐行渐远。Pocky 从后视镜看我，通过我的纸箱和表情，他就懂了。Rival 高层猪油蒙心了吗？竟然把总工程师给裁了。Pocky 开口说：“我在后视镜中与他对视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总工程师？ Rival 开发涉及公司机密，我从不对外透露，外界只能通过陈炳在发布会上的陈词得知 Rival 的发展计划。” Pocky 乐了：“你忘了我们大学时参加的竞赛了？你说你一直想给车窗装上虚拟交互软件，这样就不用分心看车载导航了。你以这个想法写出了 Rival 的雏形，我们获得了金奖。可惜当年没有配套的硬件系统，那个雏形只停留在概念阶段。确实有这回事。我沉迷工作太久，
大学时代就好像上辈子一样久远。Pocky 心潮澎湃地说：“当时我觉得你就是天神下凡，这个大腿我抱定了。”我勉强笑了笑，虚拟交互一直是我的梦想，现实中美好的事物太少了，我想让幻想进入现实，把彩虹握在手中。迅速崛起的3年，说不自豪是假的，可惜我的彩虹终究是一场幻觉。Pocky 问我：“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”我不知道。你最近在做什么项目 ？Pocky 当然是 AI 啊，现在大家都拼命卷 AI 呢。我点点头，叹了一口气。Pocky 心中了然，安慰我说：“先别忙工作，你休假一段时间吧。”这么一说，我很久没休过长假了，确实该放松一下身心。我想乘最近的航班去马尔代夫。Pocky 海钓是吧？我懂，不用乘航班，坐我的直升飞机去。行，你把 AI 相关的立项方案发给我，我在飞机上看。Pocky， 你们 INTJ 都这么恐怖吗？我简单收拾行李，等飞机时，我看到 Pocky 在抛售股票。怎么了？这么急着出手？ Pocky 目露金光，预言说：“我跟你打赌 ，Ripple 最近必出事，你也赶紧把 Ripple 的股票抛了吧，还不知道跌多少。”我不乐意了，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写的系统 ？Pocky 不是，你小子只会自己做事不教人，也不爱留文档记录。Ripple 马上要发布新功能，会出大乱子的。我回想起来，新架构升级后隐患很多，我准备写总结分享给同事看，那份总结现在还只写了一半。陈炳只看到升级后维护成本低，那是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，一旦出故障，除了我，没人能修。我料到会出事，但也没想到是那么惨重的事故，而且比我预想的还要快。我当晚就入住了马尔代夫高档度假酒店。Pocky 是真心想拉拢我，酒店和交通都安排好了，套房面对大海，3面落地窗。我把衣服和日用品摆出来，整理好，刚收拾完，手机收到同事信息，不对，已经是前同事了。黎哥，快看同事圈！同事圈是某职场 App 的认证领域， Ripple 的同事通过认证后都可以进入。通讯录经常会推荐一些熟人，公司的大部分八卦都能在同事圈第一时间得知。我倒了一杯马提尼，在落地窗前打开同事圈。黎姓员工巧立名目中饱私囊，被抓后不服管理碰瓷 CEO。匿名发帖人，配图是我在公司楼前拍陈炳肚腩，面露讥讽。我放大图片看，灾难级的表情管理。我平时的脸色都这么冷吗？难怪大家不敢跟我说话。发帖人痛斥我的罪状有3条：其一，推行毫无必要的技术创新，资金都进了自己口袋；其二，不按时签到，迟到早退， KPI 不达标；其三，不尊重公司领导，散播谣言，评论炸开了锅。所以公司要裁员也是谣言，就只开了一粒老鼠屎。支持把占着茅坑不拉屎的都开掉，公司才能越来越好。这人是技术部门负责人吗？看着眼熟，总工程师是陈总啊，技术部哪有什么负责人？我看了一圈，起哄的都是其他部门的人。前同事愤愤不平地发消息：黎哥，你离职的太突然，我们都觉得对你不公平。你走后，人事把技术部的组长挨个叫去开会，谁敢在网上发言，就无赔偿解除劳动合同。我能理解他们的苦衷，现在经济形势不好，工资高不加班的公司越来越少了，像 Ripple 一样飞速发展的更是凤毛麟角。老员工搭上青春和健康，
好不容易换来高薪高职位，一旦被开，经济压力大，在业内风评也不好。毕竟人脉圈子很小，一做被调就什么都清楚了。给我发消息的前同事叫丽丽，技术部为数不多的女员工。丽丽狂暴输入中，什么叫毫无必要的技术创新？新架构节省了多少人力？以前做部署要一整天，现在1小时就搞定。他懂什么技术啊？凭什么这样说？黎哥，升级新系统确实烧了不少钱，但是条目透明，都是层层审批通过的。紧急用钱的时候，还是我自己掏的腰包。至于后面2条，懂的都懂。我看丽丽情绪失控，回了一句安慰她：别激动，跟我抱怨下就行了。在网上说话小心点，会被追踪到的。丽丽对陈炳意见大是有原因的。当初她刚入职，同事们奔走相告，我们有女同事了。丽丽是校招来的，年轻好学，端庄得体，很有人缘。我让她先看看基建，学习标准流程。陈炳经常来技术部视察，见到他兴致勃勃地叫他过去。新人嘛，来我考你。陈炳拿一个刚出炉的新需求考他，我觉得这完全超出对校招生的能力要求。丽丽回答的磕磕巴巴，就先找同类项目的文档，分析容量，问 PM 要实现的效果。陈炳嗤笑一声，打断他：不会就说不会，不要不懂装懂。女孩子嘛，本来就技术经验不足，多向同事请教，确定了再回答。丽丽突然被训，不敢出声，眼中闪烁。我走过去，新人回答得很好啊，有新需求，先回顾经验，确认需求，分析数据，条理清晰，非常可行。我挠了挠头皮，而且技术经验跟性别无关，男孩女孩都一样。丽丽的表情由惊恐转为惊喜，陈炳一张肥脸耷拉下来，满眼嫌恶。技术部正好也在为这个新需求发愁呢，正好陈总提到，我想请教一下，现在有进展吗？我当时真以为他有2把刷子，没想到他纯粹是想在女同事面前显摆。陈炳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一会儿说 PM 催得急，一会儿说经费不足，最后借口要开会逃走了。从那以后，丽丽就对陈炳的能力很鄙夷。不过丽丽有一点说错了，陈炳很清楚升级新系统非常必要，他就算对我有再多不满，也忍到我完成升级后才赶我走。我翻阅这条举报帖子，评论越来越多，有挖苦的，有嘲笑的，有恶意揣测的，就是没有一个知道真相的。几分钟过去，举报帖热度上升到同事圈榜首，我的个人信息、缺勤记录、敷衍的 KPI 报告都贴上去了，没落实到报告上的业绩被抹得干干净净。按理说，暴露私人信息的帖子会被管理员删除，但他光明正大的摆在那里，是谁受益的不需多言。丽丽在语音里急哭了，这个帖子只要还在，我就别想入职好公司。陈炳不想让我在 Rival 待着，更不想让我去别家待着。回想起来，陈炳曾多次暗示我夹起尾巴做人。黎工，你没当过管理层不懂，这个工作不是普通员工能干的。我对外要公关，对内担风险，你根本想不到有多难。可惜我没听懂他的提点，但你的年薪也不是普通员工能比的呀。他的工作是有成果的，总工程师是他， Rival 是他一手搭建，管理层上上下下都跟他有交情。终于他找准时机，把我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。黎哥，那你要怎么办啊？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坐专机来海边度假，
住高档酒店看日出，吃好喝好回家，自己当老板喽。我从无到有拉起 Ribo 用了3年，再用3年超越他便是。不过知道还有人为我抱不平，在 Ribo 的3年终归没有白费，这是今天唯一值得高兴的事情。酒店有 VIP 健身房，我健完身回房间洗澡。工作不忙之后，我又拾起健身的习惯，调整回健康作息。浴室的镜子水汽氤氲，我捋起湿发，看到自己的胸腹恢复了肌肉轮廓。工作虽说劳累，但充满价值感。我的头发依旧茂密，双目有神，身材也没走形。幸好应酬的活都被陈炳承包了。早上6点，我神清气爽地起床，背着钓具出发。我们包了游艇去海钓，游艇马达声轰隆作响。我戴上墨镜，躺在甲板的躺椅上，碧海蓝天，温度宜人，清新的海风拂过，我好像刚刚从地狱来到人间。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咔嚓咔嚓，我睁眼 ，Pocky 正用手机偷拍我。我心想，哪来的帅哥钓鱼佬？竟是我离神。这照片留着当招聘宣传图，哪个小姑娘看了不迷糊？我蹦起来抢她手机，删了，马上。Pocky 化身卖艺的马喽，一溜烟跑到船尾，他对着手机啧啧称奇：“你放松下来，明明很帅，平时的脸色就又冷又臭，难怪有人看不顺眼。”我想反驳，但想起举报帖上我的表情，我闭嘴了。今天是 Ribo 新功能发布的日子，往常我都是紧张兮兮的守着发布会直播间，现在我和 Pocky 并排坐在甲板上，守着钓竿。有了，有了，快收竿！水下的力道巨大，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，费了9牛2虎之力拉起钓竿。是条体长1.2米的旗鱼，我和 Pocky 还有游艇船长3个大男人吱哇乱叫。最后我抱着旗鱼，船长拿着米尺 ，Pocky 为我拍下这张纪念照。照片中我昂首挺胸，五官打架。回去我少说能吹1年。这时 Pocky 手机响个不停，他接起来听了几句，爆发出一声啊！他火速冲到我面前，快看头条新闻！快！我看他的手机网页被 Ribo 全线瘫痪，用户数据丢失，新闻刷屏。Ribo 新功能发布异常，产品全线瘫痪。CEO 匆忙结束发布会，回应正在抢修，修复时间未知。有用户反馈，偶尔登录 Ribo 后，发现自己账户一片空白。Ribo 产品已应用到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日常使用需要高额的会员费、内购插件费。如果本次异常影响到用户数据，无疑会给 Ribo 公司带来重创。我知道事态严重，洗完手认真看。我看了发布会录像。用户社区大量的报账信息，结合升级过后留下的隐患，我倒推代码逻辑，大致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。Pocky 提醒我看手机，我才发现自己的手机没电关机了。我给手机充上电，开机，未接来电爆发，无数的消息涌进来，我已经能想象出办公室里鬼哭狼嚎的场景了。我根本接不过来，干脆让它一直响。过了一会儿，终于消停了。我接起一个产品部打来的电话，我没耐心听官话，直接说我只跟 CEO 陈炳通话。我又拒接了几通电话，我看到来电是陈炳的号码，接起来，陈炳语速极快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陈炳，你知道了吧？你也知道了。陈炳，什么我也知道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吃惊，你怎么知道我钓到旗鱼？
我直接把我抱着其余的照片高清原图发过去。陈炳懵了。陈炳，不是，谁知道你钓到旗鱼呀？那你现在知道我钓到旗鱼了？电话那头，陈炳气急败坏。黎全，没人跟你开玩笑，你应该看到新闻了。Ribo 这3年都没出过这么大的故障，这可是你搞出来的系统，可用性太差了。他吵得太大声，在游艇甲板上回荡，这兴师问罪的态度震撼到我。什么时候了？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甩锅。我原本是想帮忙的，现在担忧的心情消失无踪，只剩下尊重祝福。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一个拿工资不干活的闲人。毕竟那么多技术人员不裁，偏偏裁了我呢。我挂了电话，冷笑一声，继续钓鱼。电话又响起来，我拿远一点，开免提。陈炳，你身边有电脑吗？开个远程会议。帮我拿饵来，咱再钓一条大鱼。陈炳提高声音，喂，听不到吗？快加入会议。船长，再往前开几海里吧。马达声轰鸣，盖过了陈炳的叫声。我们欢声笑语地钓了一会儿鱼。陈炳隔着电话应该也听出来我在度假。业务故障固然令人难过，别人在度假尤其使他揪心。不出10分钟，陈炳态度软化。陈炳，离工了，你也不想看 Ribo 垮掉吧？帮忙吧。我是真不懂，领导当惯了，看谁都想指挥。我提醒他，陈总，我现在不拿 Ribo 的工资，没必要给 Ribo 干活，是不是？陈炳果断回答，我马上给你恢复原职。那个帖子我也删掉。原来那个帖子是你写的呀。陈炳不作声，估计汗流浃背了，但他不愧在名利场里摸爬滚打许多年，懂得直击痛点。离工，你对我个人有意见，没关系，等业务恢复怎么清算都可以。但你想想技术部的同事，他们现在加班抢修，都要急疯了。业务不恢复，他们一刻也不能休息。我沉默了，他是对的。Ribo 垮掉，对所有人都没好处。我叹了一口气，陈总，说实话，这个故障我能修，不等他兴奋。我补充，但我现在在海上，信号很差，登陆权限也没有。陈炳，好说，你需要叫谁搭把手？要什么权限？我马上办。陈炳紧锣密鼓地帮我准备。我们的游艇也打道回府，在码头找了一家信号好的咖啡馆。先前我被除名，账号直接都删干净了。我需要开的权限太多，一时也开不全。我把几个资深组长拉进会议，统筹进度。陈炳旁听，一边不停地接电话汇报。此时天色渐暗，国内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。故障发生5小时，仍未修复。Pocky 冲我使眼色，打开股市大盘给我看。Ribo 的股价断崖式下跌，一点回暖的趋势都没有。幸亏抛了，我至少省出1辆车来。Pocky 得意地说。现在压力给到陈炳这边。陈炳长吁短叹，连连擦汗。各位，麻烦快点，这个有预计修复时间吗？我甩他一句，你行你上。陈炳不吱声了，安静如鸡。又过了1个小时，我们总算有了进展，但陈炳坐不住了。现在要开董事会，1小时内能恢复业务吗？不然我不好汇报。加班到深夜的同事们怨气冲天，没空理他。我直截了当，没有，直接当着董事会的面修吧，省得跟他们汇报。陈炳没有办法，挂着远程会议去开董事会。董事会开口就质问陈炳，什么时候能恢复业务？陈炳这时突然展现出12分自信，侃侃而谈，把耽误的时间都推到监控和运营部门身上。董事会听他说，
不出20分钟必恢复。都放下心，开始讨论危机公关方案。他们打算发公告说承认为误操作，推出几个替罪羊，然后补偿用户损失。这是最能维护公司形象的补救办法。我没想到，我们基层员工累死累活，养着这么一群搅屎棍，连开诚布公都做不到。幸好我溜了。终于，我们修好了系统，可以进入测试阶段。陈炳跳起来说：“修好了！”其他董事纷纷赞叹陈炳办事效率高。陈炳恭维说是董事们指导有方，群策群力，践行公司核心价值观。我没有那么乐观。我知道用户数据丢失的问题还没解决。果然，一登录 Weibo， 账户一片空白。陈炳开始慌了，董事会一片嘈杂，都安静，越乱越烦。我让陈炳开外放，怒喝一声，会场总算安静下来。各位董事不用着急，数据库我们做了严格备份，只要回滚就好。我没有数据库权限，辛苦陈总操作一下。陈炳手忙脚乱地打开电脑，怎么操作？我说出操作方法。陈炳做完回滚，声音发颤。发布会之前的数据丢失索引了。丢失索引意味着原本分门别类的数据乱成一锅粥。我又大声叫安静。小问题，我们还有异地备份，是独立服务器，不受主集群影响的。我又告诉陈炳异地服务器的操作方法。陈炳却没有马上操作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“异地服务器上个月为了节省成本取消了。”会场鸦雀无声。我压抑住怒火，取消了？怎么没人来问问我的意见？陈炳颓然坐在桌前。董事会奇怪地问陈炳：“我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总工程师要向我请教？”我哼了一声。除了真正的总工程师，他还能向谁请教？陈炳没有反驳，默认了。一位董事问我：“这位同志怎么称呼？”我：黎全。董事：黎全同志，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？数据库多久能恢复？我不知道。我在贵司任职的3年，从未出过事故。贵司这周一把我裁了。按理说，我不该过问贵司的事务，各自安好。我帮到这里已经牺牲了很多个人时间，就这样吧，晚安。董事会听说我撂挑子了，齐声挽留。董事：谁把黎全同志裁了？我要起诉他，全额赔偿公司损失。没有人承认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说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。现在没有数据备份，索引全丢，但万幸数据还在，只能用笨办法，手写筛选条件，人工捞出数据。这个工作量巨大，而且枯燥。我交给同事之后，退出会议。这次发布会事故前后用了12小时才修好。Weibo 蒙受巨大损失，口碑滑铁卢，千万市值一夜蒸发，而我的假期才过了一半。董事会多次要求我恢复原职，我都拒绝了。我已经对他们失望透顶。同样失望的还有我的前同事们，他们纷纷离职，失去劳动合同的制约。有人在网上爆出了这次事故的内幕。Pocky 转发给我一些大 V 的评论，听说裁员裁到大动脉，这次才修了这么久，降本增效了，属于是对 Weibo 祛魅了。新出的功能一个比一个恶心。看到这些评论，我笑不出来。Weibo 的管理层垃圾，但 Weibo 本身就像是我亲手带大的孩子，做父母的见不得别人说自家孩子不好，我只能眼不见为净，全心投入与 Pocky 合作的 AI 项目中。Pocky 投资新项目的眼光确实毒辣。短短1年，我们用独特的训练方法，训练出一个电竞主播 AI。他讲话幽默，操作犀利，
在年轻人中很有人气。年末有一个举世瞩目的电竞节 ，AI 加入了中国参赛队伍，勇夺冠军。这个成绩吸引了一大波投资，我抓住机会，训练出更多领域的主播 AI。主播 AI 出圈成功，成为大众知名的口，给公司创造巨额财富。AI 本身的管理也非常简单，他们不耍大牌，不需要休息，也永远不会塌房。年底财报出来 ，Pocky 激动万分。李沈，我们公司年度净利润翻了30倍，还被评为年度新星。调查显示，10至25岁的人群，每5人就有1人知道我们。我和 Pocky 还有董事会的各位分享了这一喜悦。是的，有了 Ribo 的前车之鉴，我加入公司管理层，参与公司决策。Pocky 努力纠正我不爱教人的坏习惯，让我把工作分配给业务部门，我自己重新学习经营管理。我持有公司股份。财报一出，不仅 Pocky 是富2代，我也成了富1代。不过我欲求比较低，财富自由了，我也没什么实感。我们公司现在的市值相当于几个 Ribo。我问 Pocky， 20个吧。Pocky 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说道 ：“Ribo 啊，他们已经连续低迷1年了。他们最近在到处拉合作。我明天下午跟 Ribo 那边有洽谈会，你要来吗？”洽谈会当天，我们提前来到夏利5星级酒店。我嫌贵宾包厢闷，自己带着电脑坐到楼下大厅，等得无聊。我打开电脑，写新功能的脚本。一行人进入酒店大门，我觉得中间一人有些眼熟，但没有在意。还是他先认出了我，这不是黎泉吗？别来无恙。我抬起头，见到一张满脸堆笑的胖脸，我也笑了。陈总，别来无恙啊！来人正是陈炳。上次事故后，我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，从此再无联络。他发际线后退，脸冒油光，长相越发着急。我看他走在队伍中间，派头不复从前。也许是被降职了吧。陈炳看到我在敲代码，他流露出可惜的表情。黎工入职新公司以后这么忙啊？其实以黎工的能力，做到管理层完全不是难事。他递出名片，硬塞到我手里。黎工要是累了，随时可以回 Ribo， 直接提我名字就行了。我拿着名片哭笑不得。等到他们上楼谈了一会儿，我也写完收工。贵宾包厢有一面玻璃墙，正对楼梯。我远远看到 Ribo 高层言辞激烈地给 Pocky 介绍什么。Pocky 不知是没兴趣，还是真饿了。弱小无助但能吃。我们的新产品订购率创历史新高。如果有贵司授权，加入 AI 主播互动，绝对是双赢。我推门而入，径直坐到 Pocky 右手边。Ribo 高层止住话头 ，Pocky 精神一振，介绍我：刘总、陈总，这位是我们公司首席执行 CEO 李总。刘总是生面孔，赶紧起立跟我握手。陈炳筷子没拿稳，掉到地上，发出清脆的一声响。我还是不喜欢社交，但场面话还是要说的。两位客气了。其实我曾经就职 Ribo， 对贵司的印象很深。刘总就职 Ribo， 哈哈，世界真小。请问李总以前就职什么岗位呀？我笑着说，基层员工。陈炳清了清喉咙，试图转移话题。Pocky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积极拱火。哎呀，要不怎么说贵司人才济济呢？我从贵司挖走一个基层员工来做 CEO， 草台班子唱戏，现在也混得风生水起。刘总一下子没接住话茬，满脸尴尬。承认吧，说明自己这边识人不清，不重用人才。不承认吧，是看不起对方水平，不给对方面子。
该说富二代从不为生活所迫，话中带刺，笑里藏刀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我摆摆手，问他们刚才谈了什么。陈炳硬着头皮把给 Pocky 讲过的又给我讲了一遍。谈完后 ，Ribo 高层希望我们表态，请问二位有什么考虑吗？我用指节敲桌子，默默思考。Ribo 的用户存量渐渐流失，只能通过不断拉联名合作，靠用户增量来维持。这个合作对我们没有帮助。Pocky 也示意我，算了，可能不久的将来 ，Ribo 就会退出历史舞台了吧？刘总和陈炳焦急地等待结果。我们可以合作，但有一个条件。刘总，什么条件？我决定把决定权交给陈炳。我走到他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肚腩。我跟陈总私交很深，我总是劝他锻炼身体，不然年纪上来，脂肪肝、三高都来了。我是个念旧情的人，这样吧，陈总原地做500个俯卧撑，我们就同意合作。说完，我到饭桌前的空地蹲下来，等着给陈炳计数。要是有点底气的合作方，这就会被气走了。可惜 Ribo 已经岌岌可危了。陈炳一向圆滑，不肯错失这个机会，又不想让自己太难堪。他热情洋溢地站起来，没错，没错，李总以前天天叫我一起健身。李总离职后，我也没闲着，正好让李总看看我的锻炼成果。他撸起袖子，趴下，小心地不弄皱高档西装裤。陈总准备好了吗？开始，1、2、3、4。我认真给陈炳计数，他每次都是肚子先着地。陈炳真的很想争取这次合作，他双臂发抖，满头大汗，还是憋着一口气做俯卧撑。20，加油，很接近了。陈炳很久没有过这么大运动量，他咬牙坚持到30个，体力不支倒在地上，汗湿的白衬衫粘在他胸前。陈炳顾不上维持体面，坐在地板上喘着粗气擦汗。Pocky 和刘总也站起来，开着玩笑，哈哈哈！陈总要加强锻炼了。离开时，谁都没有再提合作的事。跟 Ribo 的合作，你怎么看？回去的路上，我问 Pocky 边开车边说：“拒绝了吧，没什么价值，耽误时间。”我没搭腔，看向窗外，光怪陆离的公司大楼匆匆掠过。Ribo 初创时只有一间办公室，为了节省物业水电费，大家都是把工作带回家加班。Ribo 终于成为这霓虹森林中的一员，随即又将泯然众人。飞速前进的时代中，有谁会记得他呢？你还放不下呀？我从后视镜与 Pocky 目光交汇，放不下什么？ Pocky 爽朗一笑，你说自己念旧情，还真是没说错。我沉思片刻，开口说，我想收购 Ribo。 现在为了生存， Ribo 加了太多冗余功能，只要资金到位，我可以救活它。好， Pocky 同意得很干脆。你不怕烧钱？ Pocky， 哪个大公司没有几个烧钱部门呢？而且创始人发话，我根本没在怕的。第二天，我和公司高层拜访了 Ribo， 商量收购事宜。我们最终以超过市值 30% 的价格收购了 Ribo。 我公司的董事会都不看好这次收购，对于 Ribo 的员工来说倒是一件好事，所有人保留原职，待遇从优。我浑身干劲，采集用户需求，重新设计 Ribo 易主在市场上引起不小的震动。经济博主分析本次收购的意图，结合之前发布会事故的爆料，有人猜测这是 Ribo 前总工程师的情怀向收购。外面的猜测众说纷纭，我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很快通过了第一个方案。收购后第一次发布会直播定在下个月，
董事会一致决定让我上直播。放心，稿子我会找人写好，你照着念就行了。Pocky 安慰我，我担心自己面瘫脸，没有观众缘，推脱找个活跃的人去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你也不想重蹈陈炳的覆辙吧？没办法，直到发布会当天，我还在紧张地练稿子。今天就是发布会，我穿上一套定制西服，整理发型。Pocky 在后台见到我，赞叹说：“果然是人靠衣装，你小子平时邋里邋遢，打扮起来也人模狗样的。谁平时邋里邋遢了？但是有他这句话，我自信了不少，脚下生风的出门。哎，李总小心！”他滚烫的液体洒下来，我反射性的后撤。面前，陈炳诚惶诚恐地端着咖啡。我想给李总送杯咖啡提提神。真对不起，他端着的咖啡洒了，演讲稿湿透，看不清了。我的眼神要喷出火来。一杯美式咖啡洒了，两个人的衣服都没弄脏，都洒在演讲稿上，简直蠢到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。此时距离发布会开始只有10分钟了，我赶紧给 Pocky 发消息，让他把电子版传给我。消息已送达，未读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好像又静音随缘了，也怪我疏忽。一份纸质演讲稿快翻烂了，唯独忘了要电子版。时间到了，助理喊我上台，我定了定神，稿子可以没有，但绝对不能迟到。我练了这么久，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，问题不大。上台后，台下黑压压的一片，灯光打在我脸上，晃得我阵阵发晕。我看向2楼 VIP 席位， Pocky 开了一杯香槟，向我招手。不要提前开香槟啊，没看到我稿子都没了吗？直播间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等着我开口。稿子上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尊敬的各位领导，还是尊敬的各位观众？我想融化在台上，然后分批流淌出会场，但是箭在弦上，不能不发。我凑近麦克风，嘿嘿，喂，能听清吗？最近有传言说我才是 Rebel 的总工程师，对此我想澄清一下，传言是对的。台下一片哗然，我继续重拳出击。好的，既然知道我是谁了，那就废话少说，直接看新功能。这是旧版，完全是一坨屎，所以全撤了。这是新增的，特别好。你们看这，天哪，不会真有人不爱这功能吧？我反正爱惨了。讲到兴奋处，我左脚绊右脚，在台上摔了个底朝天。台下哄笑，我不管他们，爬起来拍了拍屁股，继续讲。Pocky 的香槟杯子掉地上碎了，助理面无血色，但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越说越起劲。我不知道的是，从我开始放飞后，直播间人数爆炸式上涨。精英人士都是这么接地气的吗？爱了。但是他提到 Rebel 的时候，眼睛在发光耶，哈哈哈！不讲话是男神，讲话是男神经。发布会时间结束，我还坐在台阶上，给前排观众讲心酸的 Rebel 发家史。助理叫了好几个壮汉才把我拖走。我劳累过度，每睡到第2天。一进公司，我看到 Pocky 对着笔记本电脑咯咯笑，电脑正在播放我的发布会鬼畜视频。我怒从心头起，谁发的？是不是陈炳？我就要出门找他算账。不是他，你想多了。Pocky 拉住我，是我发的。Pocky， 抱歉，没问过你的意见，但是实在太魔性了，哈哈哈。Pocky 说着抱歉，实际眼泪都笑出来了。时代变了，大家都喜欢看乐子。我昨晚发的，今天已经到首页推荐了，我还是很生气，怨毒地盯着他不说话。鬼畜视频在首页推荐榜上嘎嘎乱杀。不多时，评论区出现我的全套表情包。Pocky 摩拳擦掌，
想不到黎神这么有喜剧天赋，闷在公司当管理真是屈才了。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出圈机会，立刻拿出一个立项，投放一个 Ribo 独占版李总 AI， 外形、声音、语料库完美复刻李总本人。黎神，辛苦你去做一下动补。Pocky 用他的个人账号发布了这一创意，被疯狂转发。下午我就被助理团抓走，包装成 AI。我忙得脚不沾地，做完这个奇鱼特别版造型，还有一个发布会周年庆皮肤。我的粉丝都劝我，不想当抠的架构师不是好 CEO。对，我还有粉丝团，这是我成为 Ribo 独占版 AI 原型后才知道的。粉丝团的管理也是公司运营的一部分，避免出现不良引导，扰乱舆论秩序。其中战斗力最强的是黎泉女友粉的组织。没想到我连女友都没有，已经有女友粉了。黎泉女友粉的粉头是 ID 为护圈你丽姐的大 V， 也是现任的运营部门员工。刚入职时唯唯诺诺的小姑娘，现在雷厉风行。至于陈炳，他现在被降职成基层员工了，他拿以前1半的工资，干2倍的活。希望他现在能体会到普通员工的工作也不容易。Pocky 还是到处招商投资，对于他来说，挣钱不是目的，做伯乐才是最大的乐趣。Ribo 用了2年，终于不是公司里赔钱的部门了。每年的发布会我都会上台，鬼畜视频常看常新。Pocky 开会归来，双眼放光。韩方邀请我们的女团也去演出，趁此机会做一个李总女团限定版皮肤宣传吧。我做出不惊云惊恐状，你不要过来呀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